杰森。哦，是你啊，我正想你呢。嘿，别胡思乱想。能帮我个忙吗？当然了，我能帮你什么？快说。我想借你用几天。你要借我？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与众不同了。我有个问题，唐盼。假如你是我首席设计师，你会为明年春夏装搞出一套什么样的东西？安索尼先生，那天我有点太冒失了，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我们都是艺术家，对吗？艺术家就是兴致所致、随心所欲的人。不过，我希望你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给我一个回答。哦，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好吗？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请你喝咖啡，他还说了些什么呢？告诉我，唐盼。没说什么，他就是说，我希望你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给我个答案。再见，唐盼。再见。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嘿，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也这么认为。可你说是为什么呢？安瑟尼为什么要这么问我？他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可是他什么也得不到啊。不，我想你错了，问题就在这儿。什么问题？我想，也许他真的器重我。如果我搞套设计，他会采用吗？会的，他会的，但那将不再是你的设计，而是他的设计。你是说，他？我敢肯定，他是在利用你，杰森。你不是妒忌吧？我妒忌？我是妒忌他还是妒忌你？我妒忌他，他是一个老头子，我犯不着妒忌他。妒忌你，汤潘，我为什么要妒忌你呢？汤潘，你是知道的，我爱你呀，我爱你。我是说，你凭什么肯定他会剽窃我的东西？是直觉，他告诉我的。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在美国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抓住成功。我拼命的工作，夜以继日，用我的生命去设计这套方案。我相信，我正在向我的理想一步步地迈进。
这么快就把脚洗完了，不多泡会儿？泡什么脚啊？我哪有那闲心？哎呀！哎，凌芳，我有事跟你说。你怎么不洗脚就上床了？不洗了，我有事跟你说。哎呀，你这大汗脚啊，不洗臭死了，让人怎么睡啊？你别烦了，行不行？哎，有件事儿啊，这回得动用你老爸的力量。我呀，今天碰见那小子了。谁呀？就是坑我那小子呀！我在地铁上，他没看见我，我看见他了。我是谁呀？我能让他看见我？他正跟一哥们儿说什么，说他们公司交税的事儿。哎，我一听立马明白了，明摆着呢，偷税漏税呀！瞧你抽的满屋子的烟，这觉还睡不睡了？总算让我逮住这小子了。我呀，写封揭发信，到时候让你爸给送上去，怎么样？什么揭发信？我要告那小子呀！就凭你在地铁上听来的那几句话呀？那怎么着？那也是他自己亲口说的。哎，你又没录下来，空口无凭，司法部门凭什么就信你的呀？不信正好啊，他们可以去查呀。他只要一查，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哎，好好的一个公司，税务局来查账，嘿，那公司麻烦就大了。你把烟掐了好不好？我说你，管还是不管？什么事儿啊？哎，你怎么老打岔啊？哎，这事儿你管还是不管？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管的话，我明天就到法院上访去。我又不是法院的，我管得了吗？我没说让你管，我说让你爸管。哎，横竖他姑娘姑爷出了事儿被人坑了，这老爷子不管，哎，你在他们家还算人吗？哎，你别出口不逊好不好？我就出口不逊怎么着？不是，就这么着。瞧你那样儿吧，跟没事人似的。这事跟你没关系啊，你管不管？哎，你要告他，总得有证据吧？再说当初是你自己没有经验，我说找个律师把把关吧，你又舍不得花钱。人家合同上白纸黑字都写得很清楚，你又看不出什么漏洞来。现在是按照合同来实行，咱告他什么呀？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我就问你，这事儿你管还是不管？现在老爷子已经办了离休手续了，我想他也管不了这事儿了。哼，好啊你！没想到啊，想当初我把你这个没人要的婊子娶到家里来，你却对我……你再说一遍。我说了怎么着？于国凯，你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了。我说什么清楚？你心里比我还清楚。叫你嘴硬，你不是自找的你。哎，你怎么了？哎，凌凤，凌凤，凌凤，你怎么了？凌凤，喂，120吗？对对对，我们在新市家园。对对对，派个救护车，4楼。对对对，快点儿！凌凤，凌凤，凌凤。小凤，啊哈，小凤，怎么样？好点了吗？我给你买了酸奶，大夫说你得好好补补身子。啊？孩子都没了，还补什么呀？小凤，真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啊，国凯，要是不行，咱们就离婚吧。
你说什么？我说，咱们离婚吧。凭什么呀？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我不是故意的。我说，我要离婚。你外边有人了？小芳，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乱想。孩子没了，我们还可以再要，我们还年轻啊。我保证以后对你好，我不打你了，我一定改啊！别说了，事实证明我们在一起不合适，这样下去，我们互相伤害的会更大。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这么认为。你这是借口。你外边一定是有人了。你就只当我外面有人了。你真不要脸！你就只当我不要脸。打吧，最后一次。郭凯，你没有必要这样。你从来都认为我不要脸，离开我，也许你会幸福的。是啊，不就是离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容易啊！你拿钱来，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你得赔我青春损失费。拿钱我就离。你要多少？我要30万，30万，现金。你给我拿钱，我立马签字。好吧。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我看可以，就这样。林小姐，你怎么来了？啊，你好，我现在还没下班呢。哦，好，那我在外面等你。怎么了？哦，为什么急着赶过来？这回你该答应我的求爱了吧？答应你？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听说你要离婚。我觉得我是你最好的人选。为什么？因为我最爱你。那么，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突然吗？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美国？跟你去美国？我是你什么人就跟你去美国？哎，你成为我妻子，只要你愿意的话，那我们就结婚。对呀。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的生活，我的幸福，当然由我自己主宰。只要你愿意。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们相爱呀。哎，凌峰，我问你，你到底爱我不爱？瞧你这老头，怎么跟小伙子似的？我也常常那么想，如果我再年轻20岁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是很般配的一对儿。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我就根本没机会认识你。不管怎么说，从台湾到美国，在纽约那个花花世界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呐。你并不了解我多少。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你了。也许今夜告诉你的刚好相反呢。我相信你是值得我爱的。我们先不谈爱情，你能帮我个忙吗？什么事？你说。借我30万。钱，是个好东西啊，能买来很多好东西。可是有一样买不来，自由。你不是老爱念那首诗，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吗？啊？你说，你还想要什么？你呢？你想要什么？一个人做事儿，不能不考虑后果呀，凌峰。我知道，你这个人呐，办什么事儿，从来都不考虑后果。哼，离婚？这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啊？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30万，甭管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天底下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够你还一阵子的。哼，哎，你知道这街坊四邻都怎么说你呀？呸！卖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要还是君子的话，就不要食言。哎，哎，凌峰，你给我站住！滚吧你！有本事永远别回来！小鱼媳妇儿，你干嘛去？啊，张大妈，我有2句话我想跟你唠叨唠叨。这事儿啊，本来不归我管，可你说小鱼她，哎，大家伙看她这怪可怜的，这做买卖栽了跟头，孩子流产了，你又要跟她离婚，这倒霉的事儿怎么全让她给赶上了？昨儿她在我们家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他要不是真伤心的话，那能哭成那样吗？这些事儿，1句话2句话也说不清。张大妈，谢谢您费心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这我小鱼媳妇儿啊，别看那洋人穿的西服革履的，脱了衣服啊，个个都跟大猩猩似的，浑身都是毛。
对不起，非常对不起。雷恩先生，是我。对不起。太好了，很新颖的设计。多么飘逸的红裙子！这些设计太棒了，是谁设计的？是我。你？是的。不错，很好。我很喜欢这种造型。谢谢。不错。Like a flower waiting to bloom, like a light bulb in a dark room.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Diana， 她的腰肥，我很肥大。 like the desert, waiting for the rain, like a school kid, waiting for the spring.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on. My poor heart, it's been so dark since you've been gone. 不错，但是还差15分钟。那没问题，我很快会补上。 You're the only one. 董事会的意思应该出新。我有个建议，选一个年轻设计师的作品怎么样？你认为怎么样？你是说汤潘？为什么？给您。哦，谢谢。你觉得他不行吗？事实上，我完全可以补上那15分钟。谢谢。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告诉我为什么是他呢？我只是觉得你需要一个新的帮手。哼，他来当我的帮手，放一放幻灯片还可以。哼，你是不是把他估计得太高了？也许，也许不是。啊，我明白了，你喜欢他，对吗？啊？你不喜欢这个东方小女孩吗？女孩？她不是小女孩，她是女人，有魅力的女人。城墙那边的风景总是神秘的。如此看来，你还是很欣赏她的嘛？对于一道风景来说，它的价值仅仅是供人欣赏而已。安瑟尼先生，有些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给他好了。试试吧。好的，我知道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的，再见。早晨好，安瑟尼先生。早上好，亲爱的。打电话吗？哦，不，我是看见你在这儿。那么找我有事？哦，也许我们两个可以去喝杯咖啡。喝咖啡？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
安瑟尼先生，安斯尼请人喝咖啡，不要问为什么，你会走运的，东方女孩。哦，别这样看着我，这不是我期待已久的目光，请不要。嗨，杰森，早上好。早上好，安瑟尼先生。早上好，唐潘。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事儿，我们走吧。唐潘，你慢点儿。我觉得这个肩膀这里，好。哎，这里。准备好了吗，唐潘？安斯利要看方案了。好的，我就来。好，就这样吧。安斯尼先生，唐潘来了。好，请进去吧。谢谢辛思雅。哦，唐潘。你吃惊的样子实在可爱。谢谢。我说过了，请你叫我托尼。方不接，案我当然亲爱的，你总是不给我时间。为什么你总是不给我时间呢？什么时间？向你表达爱情的时间。对不起，安瑟尼先生，我已经有爱人了。哦，是吗？别怕，亲爱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唐潘，将成为35年来第一个跟安瑟尼·奥尔森分享 T 型台的人。怎么样？那15分钟，我决定给你。真的吗？是真的。告诉我你的男朋友是谁？我告诉我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J。杰森，是你啊，我正想你呢。嘿，别胡思乱想。能帮我个忙吗？当然了，我能帮你什么？快说。我想借你用几天。你要借我？我想让你假装做我的未婚夫。我干嘛还要假装啊？你如果老这么开玩笑，我就不理你。行，没问题。有谁敢欺负你？有我呢。如果我说出来的话，你恐怕就不敢打这个保票了。任何时候我都是你的保护者。我非常感谢你，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朋友。永远。 J，
Jason， 安斯尼叫你去。好的。马上，他正在等着你呢。安斯尼先生，杰森来了。好的，请进吧。谢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名字叫杰森。是的，先生。你是从服装学院毕业的？对，是您选的我。是我选的你。可惜我选错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听说你是什么人的未婚夫？我的未婚妻就在兰士伯，她的名字叫汤潘。你被解雇了。汤潘，汤潘，安斯尼先生，汤潘来了。怎么了，宝贝儿？为什么你要解雇杰森？这事儿跟你毫无关系，亲爱的。我们来看看你的图纸吧。请坐。我想要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关于杰森。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开了他，对吗？是。那个小傻瓜对你来说这么重要。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得到他应有的尊重。说具体点儿。你是因为妒忌。妒忌？是的，我妒忌。说的没错，我妒忌所有让你心动的男人，因为我也是一个……可是你没有权利。权利？你谈到权利？亲爱的，在兰士伯这儿，在我的王国里，跟我谈什么权利？雷恩知道吗？瞧你说着了，那倒真不是他的权利。你太年轻了，亲爱的小鹿。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就是这股子冲劲儿。慢慢你就会知道，设计部的事儿我说了算，设计部以外的事儿还是我说了算。你没有权利解雇任何一个人。我怎么样？我要到劳工协会去告你。你生气的样子真是迷人极了，小傻瓜。解雇一个人是公司给我的权利，我可以有1000条理由，全是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的，你信不信？由于市场的原因，也可以解雇更多的人，可我不想跟你弄成那个样子。你的眼泪会让我心颤的。你可以走，但是要把图纸留下，我不想为此耽误了发布会。站住！我重复一遍，你可以去找那个小傻瓜，但是必须把图纸给我留下。不，我也要说不，亲爱的，这是工作。在美国，才能感到生存的痛苦。当你觉得一切都有法律保护的时候，总有一些法律保护不了的角落，有一些可怕的东西左右你的生活。繁华、热闹和进步，并不一定代表正义。我感到了纽约城的冷漠，感到了在貌似公正背后的丑恶。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你对美国就越失望。走在灯火辉煌的曼哈顿大街上，我的心越来越空。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寻不到大陆的踪影。美国
这是一个西方人的社会，东方人要走入西方文明，走入西方的主流社会，真的太难了。大陆能达到他的梦想吗？在一种伤害之后，我更怀念大陆曾给我的温暖。杰森是个好人，我会永远记得他的帮助。杰森，唐潘，嗨，怎么回事，杰森？我留了无数的留言在你手机上，为什么不给我回电话呢？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正在找。安森尼，他答应我把你介绍到巴尼斯去。让他见鬼去吧！我还不至于可怜到让他给我介绍工作。安森尼对你的处理本身就是错误的。再说，巴尼斯是跟兰士波一样的大牌。那么条件呢？我想他提出的条件是让你跟他睡觉吧。杰森，你在侮辱我。对不起，唐潘，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要提醒你，安森尼他就是这个目的。我想你在那个老东西手下干，你是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我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假如有一天你不干了，我可以养活你。哦，唐潘，嗨，怎么这么久不到我们家来了？是不是不喜欢我的杰森了？当然了，我保证那肯定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婚礼。什么婚礼？哎，你跟我的婚礼啊？上次我就想告诉你，我已经想好了给你做一套什么样的婚纱，保证你会喜欢的。走。怎么？有人来送吗？没有，没什么。啊，那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林凤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京，穿过大西洋，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他没有想到，命运将把他推向另一个苦难的境地。他要面对一种新的人生。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哦，这个地方啊，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纽约。我们去哪儿？回家呀。不过现在距离到家还有一段时间。来，喝点酒。不，我不能喝，喝了它我会睡着的，真的。不会的，酒可以提神的。哎，你是不是，时差在作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吧。哎，现在北京几点了？你先拿着。正好一个对时，凌晨3点。不过是明天，不是今天。我说怎么这么困呢？来，那你好好睡一会儿。
陈先生回来了，欢迎回家。下午茶我已经沏好了。这是咱们的管家弗瑞达，这是我的太太艾米。欢迎您的到来，太太。谢谢。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